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啊。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，跟老家家人朋友聊天，主要靠发微信。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，就是朋友转我视频，我肯定不看，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，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，然后说哈哈哈哈哈。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，但他发的是语音，我也懒得听。我说笑死。线上有点敷衍，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。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。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，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。朋友们，这是场豪赌，因为如果赢了，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。比赛结果怎么说呢？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。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，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，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。上车之后才发现，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。说实话，我宁愿它只有插座。手机没电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。有人外放视频，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？但那天，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清呢？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，烂片我也看。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，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。上海堡垒只在绿皮，豆瓣至少9.9。绿皮书能拿奥斯卡，就是因为叫绿皮。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，觉得好玩。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，还要收手机，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，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。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，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。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，平时你觉得奇怪、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，甚至有点期待。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，印象很深刻。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。”这要在微信上，我立马拉黑他。但当时在绿皮上，我说：“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？”闲着闲着，你展开说说。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，甚至有点冒昧，但没人在乎。周围人的家乡籍贯、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。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。我当时觉得，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，根本成不了悬案。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：“你知道谁干的吗？”我知道。他刚才太无聊了，自己告诉我。在这里聊天，只要足够久，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。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，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。比如面试，待6个小时，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。对不起，我学历造假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，依然般配。只要你说真心话，一定有人真心听，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，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。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，直到他的手机没电。然后我就想，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，怎么说比较好呢？我说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。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，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，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。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，因为它足够纯粹。你听别的你好，打扰一下冒昧，你都感觉很得体，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。而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，一听就知道，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，纯聊天。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。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，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。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，他说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再也没有联系。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，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。大2那年回老家，他也做了一班绿皮。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，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点开一看，我说插座。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？上网查了一下，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。
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？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。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，让我们更快乐，但还是有点遗憾，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陈明飞啊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，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， 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测试的环境也不好，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。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不，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，热的，微信。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，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。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，这句没练过呀。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。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
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，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”我心想，哼，我放松，就该你们紧张了。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，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，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。直到这2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风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，你们加油吧，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，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。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、旅行、恋爱，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，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。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。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，我是一个东北人，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。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，你就很难介绍自己。别人问我家在哪儿，我说辽宁，他说辽宁哪儿，我说抚顺，他说抚顺在哪儿，我说离沈阳很近，每次都很繁琐。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辽宁沈阳抚顺。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抚顺。”你好，抚顺，我广西南宁理坤，你好。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，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，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啊，就是拼车跟拒载。有一次我坐在副驾，他车一停，问路边的人说走吗？路边人看了看，我说车里有人啊，摇了摇头。他这一摇头，司机就骂一道，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？有人怕啥呀？他是死人呐！我说非常野蛮啊！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，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，我还没说话，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。一个说我都停了，你还停啥呀？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。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？我就在那站着。别的空车经过，我也不敢招手，我就只能在那等待，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。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，我说师傅，我去火车站。他说小伙儿，我不去。
也没有共享单车。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，一夜就没了，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，太快了，就一夜。哈喽单车拜拜了。你们想象那个场面，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，放自己车筐里，骑着去卖铁。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，他们打破的很彻底，他框是框，架是架。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，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，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，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，哎呦，穿越了，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，拿小锤搁那撬，太震撼了，全民运动。我说怎么了？又变刚了啊？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，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。宗教也是，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。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，准备上天堂。信别的就很少，你要跟他说轮回，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。啊，宗教这儿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，因为我能忏悔。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，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。哎呦，这帮堕落天使啊！打1个礼拜，进去做1个礼拜啊！那话你都没听过呀，主啊，我忏悔，妈3拜1出早了。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，就一般是这个饭店、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，就摆在架子上，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。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，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。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，还是先没的文化？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个嗷嗷待哺、渴望知识的青年，翻开书一看，我文化了啊！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这种书它叫仿真书。哎呦，你听它这个名字啊，仿真书。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。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，我同学就指着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个鞋是假的。”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。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，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。但是仿真书啊，它都不是书，它是纸壳子。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，来了全给你拿跑。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假书壳子，你能借走。当他跟我说这书啊，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入定了。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？啊！老师问我看没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。我还看过吗？我都看透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山东、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、抚顺、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
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，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3角函数。你说学那玩意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，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。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列 G 为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班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，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，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，往那一站，很刻薄。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，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。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，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梦清北，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。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，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。在这儿学习，批卷不敢使劲儿，得清华。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，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？没有，这个名字很重，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，很多事儿干不了了，玩手机什么的。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，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？啊？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？啊？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？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。往下边一坐，我都纳了闷了。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？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。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，没考上，因为自己会太多了，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。哦，这个事儿不值得哦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不是我想学的。但那种教育观念里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，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。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。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？你上社会上学。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，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？因为那种观念，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，去大城市挣大钱。如果不好好学习，留在老家你就饿死。小时候深信不疑，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，发现这事儿不对。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，在大城市然后饿死。人只要想饿，在哪儿都能饿死。
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。但说实话，刚考到上海那年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，觉得自己哎呀，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、5年就买房买车了，你们在老家什么都……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，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。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，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。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，眼镜是上霜的。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。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，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？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。23岁不坐地铁，什么时候坐地铁？对吗？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，奋斗、原始积累啊，最后中产了，追求车啊、房啊，那是我奋斗的奖励。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。但在老家不一样，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，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，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。不是奋斗的奖励，算签到奖励。在线时长够，可以了。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，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我羡慕至极。独立生活了吗？我说问一个哥们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买车？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，这在老家，钱花不出去。我说钱花不出去啊，你发点假币呀。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，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。再去考他们，没有人在乎了。问一个哥们儿，我说哎，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？他说不知道，去你的吧！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毛驴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二维码啊。我有一个儿子，5岁了，最近不太喜欢他，因为他非常的肥胖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你们挺道德感挺差，你们啊。哎，我这样想啊，朋友们，不是我胖，我儿子就活该得胖。我胖是因为我有不良的饮食习惯，而我对我儿子的饲养非常的科学。他上幼儿园之后就住在我妈家，周一早上起来，我妈给他做好了早饭，他吃完了早饭送去了幼儿园，我就知道了这个人呢得吃早饭。到我单独带他，我就带他出去吃早饭，我每次都确保他吃的一口都再也吃不进去了，把他送进幼儿。哎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有责任感的父亲。我这样做2年多的时间，最近他上幼儿园大班了，我偶然的得知他们幼儿园呀有早饭。我说完了，你知道你做的多可怕的事情吗？当一个人从3岁开始，每天吃了早饭就去幼儿园，到了幼儿园就吃早饭，就会在他脑海中种下一个坚定看法，说这个人呢，就得吃2顿早饭。当你有了一个儿子，你就会发现事儿太多。那天我回家，我发现我儿子在幼儿园让人打了一顿，这是很多男人不能接受的事情，这是他们人生的底线，但是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嘛，他毕竟不是我本人。别人打我本人，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但打我的儿子，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。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接受了下来。我说那明天我送你去幼儿园吧，你别让人打一顿，你不敢上幼儿园。他说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了，因为老师说他受伤了，得在家里边歇2天。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，这是我人生的底线。
我作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，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尽可能多的去上幼儿园。朋友们，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幼儿园？咱们花那么些钱去雇佣一个机构，当然是让他们去干那些咱们自己不爱干的工作。我要是特别爱带孩子，我儿子能上幼儿园吗？哎，朋友们，而且孩子需要幼儿园吗？孩子需要父母，是父母需要幼儿园。现在幼儿园太膨胀了，没事就给你打电话，来个电话说冯先生，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。我说那回家就不流了呀啊！哎，我想不通啊，幼儿园为什么会觉得我就急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呢？我要是能选择，我会让我儿子把他一辈子的鼻涕都给我留在幼儿园。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给我一个鼻腔干燥的儿子。在其他的消费活动中，商户是不敢对咱们如此无礼的。我送一件衣服去干洗，他不可能洗吧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，您这个衣服洗呀丢颗扣子，你快拿回去吧，再洗就没有扣子了啊！不可能，他得把我的扣子找到缝回衣服上，洗好了我拿家来，这是他们收的钱应该提供的服务。幼儿园也是一样，我理想中的情况是幼儿园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，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。我说好，那如果我儿子下午的时候止住了鼻涕，他晚上就能回家。如果他下午没有止住，您就得给我一直带。幼儿园那边都麻爪了，说什么？您儿子流鼻涕流得很严重，我说我送去时候可不流啊。我送去时候是一个好孩子，是你把他玩坏的，你就要负责修理。幼儿园那边还想狡辩，我直接就把电话一按，电话卡拿出来掰了，家里边房子一卖，让幼儿园再也无法得到我的音讯。园长这几年得带着我儿子求医问药，把他恢复正常了。同样的是，就同时间，我在我自己家小区楼下吃完了晚饭，拉着我女儿的手，饭后散步，会偶遇同小区的家长，他们会问我说：“哎，冯先生，您儿子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呀，没有这个东西。”谢谢大家，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二维码。大家好，我叫贾德玉，我现在在读博。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，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。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，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，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。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，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。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，就爱听这一声。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，因为人工是 man-made， 而人是 woman-made。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，我就给她解释嘛。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，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。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，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？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，再让它装人？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。我妈也不理解，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。你要是去造人，1年就出来了。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，6年你都能造6个了。我说妈，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？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，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，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。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，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，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
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，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。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，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。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，就是我的开发者。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，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，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。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、几百万条，有用的就1条。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，在这个课上，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，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。老师知道之后，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，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。那这个过程中，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？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都懵了。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？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？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，双螺旋结构。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。那天我问 ChatGPT 1/3加1/5等于几？他说1/8。仔细一想，倒也正常。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。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， 他每次都能答对。相比于 ChatGPT， 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，就是让他去刷题，做对了加分，做错了扣分，他就学得很好。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！妥妥的东亚式 AI。虽然没有问过，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。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？看看别人家的 AI， 再看看你，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？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， 问他建议，他说知识点太多，笑点太少。我说我相信喜单的观众，他说呵呵，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。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，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，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德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史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，就只有一个小孩。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。就是我们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吧，当时就以为独生子女这个事儿必须得传承下去，所以当时要完这个孩子，直接就给他也办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，然后做了一个节育手术，带了一个小环儿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是节育，不是绝育，不是小猫小狗那个就是全切了嘛，他那没了我这个还保留了我的花花肠子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很神圣的事儿，一般来说都用一个小环代替。你看你结婚的时候戴个钻戒是吧？就是一生只能爱一个人。然后你戴上这个小环之后呢，就是一生只能生一个人。但是戴之前我确实是非常害怕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嘛。但是戴完之后，明显感觉自己有点不一样了。当时我从那个手术室往外走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不再需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了，好像突然拥有了一些男生的权利。你甚至可以用这个东西反制他。将来有一天他问我，他说怎么怀孕了呢？我也可以跟他说，我说不能啊，不能是我的呀。我带了。当时医生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东西能管10多年但是戴上没2年就开放3胎了。
然后婆婆就跟我说，她说赶紧生吧，啊，生3个，生3个光荣。我说妈，这把能定下来不啊？上把我都熬硬了。但是我也不是没心动过，因为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啊。我的祖籍是在农村哈，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，但我这个人呢，花生过敏。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，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，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，儿行千里，虽远必诛。他们寄了，我也寄了。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，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，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。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，自幼体弱多病。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。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，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，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，身体变差，家里就让我多运动。后来跑着跑着，我说妈，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。我妈说心脏不好，咱就多吃点花生呗。高一那年终于扛不住，第一次休课了。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，第一次休课，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，但知道不对，想赶紧背包回家。走到学校门口，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，路人一看，汉堡中毒了，洋垃圾毒害中国人。服务员一看，肯德基派来的吧。店长很仗义啊，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，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。我后来真的很感激，给送了一个锦旗，麦当劳救死扶伤，巨无霸妙手回春。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，打了激素，抽了血，做了检测。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，最好不要吃，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。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，又看了看我爸妈，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。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，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。用了1个月，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。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，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？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？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，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，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。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，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，我们村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，都没问题，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。但另外一方面吧，这个比喻太精准了。我爸是一个山东人，我妈是一个河北人，我查了一下，跟潘金莲、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。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，一个人在负责熬制，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。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，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，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：“大孙子，你学习成绩好，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？”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分风水好，叫状元坟，说我靠这个分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。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，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，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，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。我说爷爷，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。
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？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，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，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分的喜爱之情。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。我同学问陈明飞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哥们儿，下面有人。你10年寒窗，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？”他说：“这么狂，你是给人塞钱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哥们儿，钱多了烧的呀。”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分，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，直到我高考那年，村里修路，把我状元分给刨了。我说：“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？”当时要开棺，然后迁到新祖坟，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，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，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，就搞了一辆挖土机。很多乡亲没用过，开的不熟练，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。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。那年我的一模二模高考成绩啊，也走一路掉一路。后来高考分出来，差了1分，没有考上清北啊，但是我知足了。确实知足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。一个破碎的你，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？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，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，他一边抖我一边说“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”。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，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，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。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，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：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有清华、北大，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。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。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，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，而且就多了1票。我当时看着那1票，我说：“是你吗？”但太爷爷，你帮错比赛了呀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陈明飞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啊。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，今年大2。现在心情怎么说呢？就是马上要期末考试了。我念的是中文系啊。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。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坐火车上学嘛，路上很无聊，有一个阿姨就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大学学什么的呀？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学中文的。”阿姨说：“那你学的挺快呀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我是中国人啊。”我在我们专业，说实话，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，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、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，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，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。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。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。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，说别人都没意见，怎么就你有意见？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，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，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，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。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。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。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，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。但上了大学之后，老师跟我说，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，应该要先过30、40年苦日子。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？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，然后突然死了，
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？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，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，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了。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，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。导致亡国的变态了。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，我也焦虑过，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。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，但我后来转念一想，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，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。一个做着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，它能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我大2那年呢 ，AI 会写小说了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，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，一个阉人。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，发现行业消失了。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我报志愿那会儿，全网都在告诉我，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？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？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？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？我很痛苦啊！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，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？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，但现在不会，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，它短期内比不上你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？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。我跟 AI 同时开始，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？该不会是我吧？很难受啊！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，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，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。我说人机协同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？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，人机协同，轻轻松松拿高分。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，我都安慰自己，我说陈明飞没事，你现在累了一点，但你培养了能力，长大你比他们强。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，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，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，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。人轻松了，苦白吃了，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。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。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，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，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、写文章、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。我说哦，至少还可以，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。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，有个学生问老师：“我确实没有用 AI，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，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？”我心想，老师这个人一直太不坚定了，你赶紧说他骂他，点醒他。老师说：“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。”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。老师说，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，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，所以老师觉得吧，只要没人管，你就随便用。我说什么？我拿你当教父，你跟我玩碟中谍？哎，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？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？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，它就很像摄像机，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，但也能关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
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，我知道它是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但我不在车上，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。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，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，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？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，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？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，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：“咱们现在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先上车了。”人越来越少，我看着电车过来，我也很害怕。我就躺在那儿，我说：“等等，这儿还有个人类呢。”他说：“别人都没意见，怎么就你有意见？”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，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，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。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，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，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，还有2人间的冷漠。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，真的很冷漠。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群收款。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，也没有人去问。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，完全没有互帮互助，一人一个垃圾桶。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。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。一人一个垃圾桶，你们屋里总有垃圾。宿管查寝说：“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？”我说：“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。”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，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。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，而我这个人吧，又偏偏不太懂事儿，需要睡觉。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，我说：“哥们儿，我有点神经衰弱了，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，睡醒你再接着玩？”他说：“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？”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，有8个。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是他的 AK。我身在和平年代，心有战后创伤。也试过戴耳塞，发现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，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。顺利的时候，他会反复问对面：“你错了吗？你错了吗？你错了吗？”不顺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哥们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耳塞会吸收70%的音量，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：“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，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，我觉得能理解。但我是一个北京人，我只会普通话。我骂他们透明，他们骂我加密。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，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，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。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。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，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，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，一不小心没戴耳机，开的外放。我朋友说：“陈明飞，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舍友唱歌不傻帽。”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。
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、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。我记得小学那会儿，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，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。朋友们，没有不爱说话的人，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。每天都很开心，老师就很不开心。老师就会说：“陈明飞，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，就都给我出去站着。”朋友们，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，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。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，一说话立马能下课，表达总有正反馈，你就特别爱表达。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？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。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，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，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，我看完很愤怒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。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，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当时有一点尴尬，但我觉得值得。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、正义的去表达，就应该这样。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。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。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，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，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你也不得不承认，确实冤枉坏人了。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，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，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，那种感觉很不好。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，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。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。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？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。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，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，我不敢说话，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。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：“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，是没有功德吗？”我又怕他说，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。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。有一天就是感觉，原来社会新闻你都敢勇敢说，现在宿舍冷漠都不敢说话了。就在宿舍群里说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，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？发完我就后悔了。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，因为我有自闭症。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。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。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，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，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。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，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，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。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。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，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、不愿意再表达的人。在一次次辟谣里面，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。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，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陈明飞。